墨西哥拥有横跨千年的文明印记，这里是玛雅金字塔的故乡，阿兹特克神庙的摇篮，崇尚自然，敬拜天地。这里流传着自然医学的古老智慧。Para curar la mente, el cuerpo y el espíritu. El hecho de que mueren, viven. 今天，来自东方的中医将如何与这片土地对话？第一次看墨西哥的中医药的世界。Once doctor made, he will cure you. 不管是墨西哥还是中国，一直在用草药贯穿在人们的生活和健康的方法里面。跟随四海中医，探寻跨越千年的文明共振，见证生命与智慧的永恒对话。四海中医疗愈之道，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了遥远的墨西哥。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著名的墨西哥金字塔。站在这座宏伟的建筑面前，我感到深深的震撼，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我们知道，墨西哥的古玛雅文明曾在天文、历法、自然医学，甚至人的生活方式有着极高的造诣。这似乎和古老的中华文明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四海中医带你走进墨西哥，我们共同挖掘和体验两种文明的共振。这死亡大道这边好宽阔好大，整个金字塔感觉怎么都走不完。同时我也觉得这边的异域文明对我好陌生，但幸亏我有两个很熟悉墨西哥的朋友陪我一起探索。Bienvenidos a México. 2500年前就建了哦。是的，当时建金字塔是为了做什么用途？它的用途是祭天，是一个祭祀的作用。哦，为什么墨西哥人对天然后那么敬重？然后好像墨西哥金字塔跟埃及的又很不一样哈。对，因为墨西哥的金字塔它是崇尚自然，然后敬拜天地，所以它是一个祭祀的作用。埃及的金字塔它是一个放坟墓或墓地的那个功能。太阳殿它有5层，象征着我们的生命从大地起源到最后到天，所以它这5层就慢慢往上，所以有从大地之母往上升华的意义。Wow, that's impressive. 我就发现，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那个玛雅文化，大家对于天地的那种敬畏感是很强烈的，就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古代墨西哥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延伸到医学领域。阿兹特克文明的医者掌握了数百种药用植物和草药知识，而他们的医学方法不仅有物理治疗，还包括了精神仪式，注重身心灵的平衡。这种古老的医学智慧与遥远东方的中医体系，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遥相呼应。Ometeo en nuestra lengua náhuatl. Ometeo viene de la lengua náhuatl, que significa pidiendo el permiso a la energía creadora del universo. Para nosotros, esta ceremonia de Temazcali es una ceremonia muy sagrada para nosotros. Nosotros para estas ceremonias le pedimos y le agradecemos al gran espíritu de los árboles. Le pedimos el permiso a la sagrada agua, al elemento fuego. El trabajo de Temazcali es un trabajo para sanar, para curar la mente, el cuerpo y el espíritu.
这个是第一次我看到整个传统的方式，他们烧了一个香叫做口泡，是非常接近乳香的。他们用它来辟邪，然后中医也是很长期是用乳香，它是内服的。因为我一开始是很抗拒仪式感的东西，因为首先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然后第二那个时间很长。像我之前有可能我想太多事情，或者有点压力大，或者一直在我的自己的头脑想来想去，有点微量的紧张。Bueno, entonces, ¿me van a ayudar? ¿Se van a colocar así como nosotros, por favor? 到中间我就完全已经融入了，我觉得他讲什么不重要。然后我虽然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能完全的感受到，它是一种对天地的敬畏。然后除了他在打鼓，也没有什么外面的杂音，这个感觉缩小到完全可以 focus 在这个吸气、吐气，就是其他的都不管，外面的世界都暂时不考虑的。当你整个人沉进去，以及跟随那个鼓点的话，我发现你的大脑就是彻底放空的，人会进入一种深度冥想的一个状态，你已经没有你了。他们的这个仪式感，敬天地、敬阴阳，其实是千百年传下来的。我觉得这个阴阳整合啊，还有讲究身心合一，我觉得是绝对有相通和相融合之处的。Hola Carolina, ¿cómo estás? Buenas tardes, doctora May. ¿Cómo has sentido últimamente? Menos rigidez siento Ok, en mi parte derecha del cuerpo. menos rígido, ok. Y todavía tiembla un poco, ¿eh? Un poquito. Ok. ¿La pierna ya no tiembla? Nada. 李美红出生于中国台湾，年幼时随家人移民拉美，最终定居墨西哥。她原本是学建筑出身，后因父亲去世，决心从医。1997年，李美红遇到了来墨西哥行医的宋清福教授。在宋教授的热诚鼓励和悉心指导下，李美红推开了中医世界的大门。随后，两人更携手推动当地中医的发展与立法，在墨西哥搭建起系统的中医教育体系。2022, some luggage fall into my feet, in my right feet. As the doctor said, you didn't broke your feet, you didn't broke your bones, you didn't broke your muscles. You have not broken anything. Timing will cure you. So that's what I did, but nothing happened. And then my body started being tense, and then it started shaking. And then when my friend told me, go and see Dr. May, she will cure you. And I'm here. 除了上了我们所有的针灸针，还要给他做头针，帮助他的这个手站正的这个问题可以稍微得到缓解。我再加入催眠，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深度放松嘛。对更深度的放松。待会儿您可以看到，借着催眠，他这个手就基本就不抖了。在李博士的诊所里，我们也第一次看到他独创的针灸加催眠疗法。Usa su imaginación, usted sigue mi orientación, ¿ok? Vamos a respirar profundo. Respira, saca aire. Ok, siguiente respiración, vamos a concentrar. Concentra su mente, físico y emoción, conciencia. Esa aura es el que viene del universo, de nuestro Dios.
se va a cubrir para que usted esté adentro con mucha fe, mucha tranquilidad, mucho amor. Y aquí vamos a hacer la sanación. 我已经来了墨西哥非常多次，这个是第哪一次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这次是第一次深入到了看墨西哥的中医药的世界。李老师加上这个催眠，我是第一次见，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他的患者一进来的时候手就很抖，然后他做了针灸之后，那个手就开始平衡了，然后他做那个催眠之后，整个患者的这个脸色，他全身的感觉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Dirección del reloj, derecho a izquierdo, hasta su punta del pie. 催眠其实跟我们古老中医从道家就有这个祝由术，这个祝由术也是借着这个符咒啊、意念的引导，然后来帮助做治疗。Uno, dos, tres. Muy bien. Ya me puede abrir ojos. ¿Cómo sientes? Muy bien. 我觉得透过催眠可以把我们这个信仰跟我们的身心灵连结，所以中医说这个病由心生，所以我后来因为也从事了这个肿瘤的治疗，我觉得肿瘤的病人在心灵层次特别需要帮助，所以我觉得加入催眠加上我们针灸的治疗，都是结合能量层次的改变，所以结合起来，它的治疗效果特别突出。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很多的那个病症，它就和你的精神紧张密不可分。对，所以我们这心是从脑，所以焦虑、忧郁，这都是我们病的起因所以是内因，我们都要去关注他们。Like going through the illness and also the cure, what is your perception of life? I love life. I think it's wonderful. You just have to find the way to go through and to cross all the obstacles that presents them in,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morrow. So I'm very, very, very thankful for life. I just have to say thank you. 热爱生命，珍视生活，这份对生命赤诚的热爱，让墨西哥人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庆典。在这里，快乐不是逃避，而是对生命最虔诚的答谢。超级有气氛，周围人全都在唱歌跳舞，只有我们坐在这儿说话，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好尬，同志们。我们的乐队来了，你们要感受一下吗？在哪里？来了，OK。很有意思，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运河，它会把它充分的利用，然后开发了很多色彩斑斓的船只，然后大家坐在船上，这一家老小，就是我刚刚问当地的人，就是平时在什么时候可能会选择来这种地方？他们可能家庭庆祝，或者度过周末，甚至是过生日，或者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开 party， 然后请一个乐队在这里载歌载舞。然后游船河，大概度过几个小时的时光，就是感觉时时刻刻都在 have fun， 也很好，因为我们人生苦短，所以不要把日子过得这么苦，也是很好的一个生活态度。
我感觉快乐就是治疗疾病最好的一个药方。对只要你心情好，好像就可以有很少的疾病。其实来到这边接触李老师，接触了墨西哥的中医药方式，我会发现，其实墨西哥人还有中医，他对待身体更多的是像一种爱护，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天天去爱惜它，常常保养它，而不是有病才去想到它。我觉得中医的这种，把它当做一个珍贵财产，然后去爱惜它的这个态度，真的值得我们现代都市人好好的去借鉴和学习。就是我来之前其实是很紧张的，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演播室，我在做和国际时政相关的节目，而且每天都是直播的讨论。现在世界又非常乱，每天都在打仗，不同场战争都在发生。你听起来会很刺激，但其实我的大脑是极度紧张的。那我来到墨西哥，一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领域、陌生的人，我是非常恐慌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但是我发现来到这儿之后，我自己首先被疗愈了。我的紧张感没了，我不再要求自己完美主义，我不再要求自己凡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好像不知不觉就被墨西哥人的那种没什么的感染了，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疗愈之道。墨西哥对传统医学发展十分重视，政府支持力度较大。自1980年起，墨西哥公派本土医师前往中国学习中医针灸之后，目前已经有8所公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开设针灸系。墨西哥多卢卡州立大学是一所以针灸为主的公立院校，每一位从这里毕业的针灸系学生都能获得政府颁发的针灸行医执照。作为学校的中医顾问与终身教授李美红，今天带我们体验了一堂特别的墨西哥草药课。Buenas tardes, doctora. Nice to meet you. 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Eric。这边其实很多我们中药跟墨西哥草药共同用的一些品种。这边木贼，这里是甘草，那边有番茄叶。那番茄叶就是他们放在胶囊的，古代是在埃及跟印度的，但是它到了清代的时候，它已经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一个中药了。番茄叶就是外来的，它叫叶，就是因为它是叶子药用部位的，外国人用它来通便的，然后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常用的中药。哦，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其实草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对，像这个valerian， 它是中文名叫蟹草，帮助睡眠的。它原产地是来自墨西哥，已经入了中国药典了。它是两种文化的这种融合啊，大家相互借鉴，只要是有用的，就会融入彼此的药典。对，我觉得这个好神奇，老师，对不对？就是原来你比如说中国和墨西哥，大家是完全不同的民族，说不一样的语言，但是啊，在一些东西上面，它的那个共性是很一样的。对对，所以墨西哥它也是很传统的草药。现在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也是做一些经方养方，甚至家庭一般用品像药膳里头也用一些药材还有肥皂、洗碗巾都可以用这些草药制作。吃起来好香，就现在满口里面都是香气。有点像中药的这个方剂的这个概念，用不同的药用植物在一个固定的配方，在固定的比例，对，混在一起的。
Bueno, pues nosotros desde la antigüedad pues siempre se han utilizado las plantas medicinales. Realmente el hombre siempre ha buscado la manera de poder ayudarse o de curarse de cierta forma. Y una de las formas más accesibles justamente es con las plantas medicinales. Nosotros, por ejemplo, hemos elaborado muchísimos productos o medicamentos herbolarios. ¿Por qué? Porque utilizamos justamente plantas medicinales. Las plantas en México justamente es una parte o un pilar fundamental dentro de la medicina tradicional mexicana. 所以看起来草药在墨西哥人的这个生命健康当中是贯穿始终的，而且非常重视。但是我们就是共同可以看到，不管是墨西哥还是中国，它两种古老的文明，直到今天都一直在用草药贯穿在人们的生活和健康的方方面面。是的，我觉得墨西哥它的文化就本来就非常尊重草药，尊重人跟自然的关系。也有非常多的草药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中医药它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在墨西哥，可以很多的机会发展的。How do you feel? You look fantastic. You look funny. I don't know how I look, but I'll find out soon. 大家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穿越？这是他们在亡灵节传统的装扮。虽然今天不是真正的亡灵节，因为呢是11月份，但是呢这次学校非常的热情，知道我们专门要来这边拍，所以整个学校专门为我们 set up 了一次亡灵节的全部的仪式，然后学生们也是盛装出席，然后包括 Eric 也现身啊，画了一个亡灵节的装扮，然后我们在外面还有非常棒的一个 setting， 待会儿大家一定会大饱眼福。La cultura viene desde nuestros prehispánicos y el tapiz representa eso. Se hace en México un tapiz para seguir el camino de las almas de aquellos seres queridos que ya fallecieron. El hecho de poner un altar con cruces y con el cempasúchil, que es muy representativo del Día de Muertos, significa que nosotros esperamos a aquellos que ya partieron, a aquellos que ya no están con nosotros, como un signo de esperanza, el hecho de que mueren, viven y es todo un ciclo natural. Eso representa. 而且我还发现，就是现场有非常多的色彩。就是红黄蓝绿，因为比如说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清明节或者纪念亲人的节日，它是非常素色的，但是墨西哥的给人感觉非常的热烈奔放，这个颜色好像看起来跟死亡没什么关系。Por aquí ¿es un perro o algo así? Es un perro, se le conoce como el perro Xoloscuincle. Este es el que acompaña, bueno, los ancestros los enterraban, les dejaban comidas en las tumbas a los muertos y muchas veces se los enterraban con un Xoloscuincle, porque el perro los guiaba hacia el Mitlán, que es en donde se encuentran las almas. 就是在墨西哥亡灵节的装饰上，骷髅头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而且你们看，就是骷髅头，其实我感觉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一种祭祀，是一种不吉祥的，但是在这边它会被放在 C 位，放在很正中央的位置，而且你看它那个骷髅头上面装饰满了漂亮的花朵，是彩色的。It's like a sugar and chocolate. Yes, es de azúcar. 天哪，这是他们的糖骷髅。就是他们在纪念亡灵节的时候，不仅放骷髅，而且这个东西是用糖或者巧克力做的，是可以吃的。天哪，就是
他们纪念一个死亡的节日，居然是那么的欢乐，而且那么甜蜜。所以，也许在墨西哥的文化当中，他们觉得灵魂是可以永生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它是会轮回的。而且在每年的这个时刻，我们通过张灯结彩，通过快乐的方式欢迎灵魂回家。我们永远和逝去的亲人是保持着连接的。那不如我们去跳舞吧。哦，好的，让我们载歌载舞，一起来迎接墨西哥的亡灵节。好。亡灵节这个意识也是让我很感动，因为这个是想到死亡，他们也保持一个开心的态度，把一个不好的事情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它的好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墨西哥人他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代表性的文化的体现呢。我就记得那个李博士就跟我讲，他说墨西哥人是完全不担忧未来的，从来不会操心那么多。墨西哥人是考0分都特别快乐啊。这个东西可能以前我听到没什么感觉，后来我体验了他们的亡灵节，我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死观好像已经促成了他们有这样的价值。有什么比死亡更令人可怕？他们连死都不怕，那生就更加热烈。墨西哥之行，我们见证了中医针灸与草药如何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它不仅在缓解病痛，更在与墨西哥古老医学智慧相互对话融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疗法的传播，更是一种跨越文化的生命观，对自然的敬畏，对身心的平衡，对生命的热爱。这些共同的语言，让中医得以在远方找到共鸣，焕发新的生机。